行，那下边的话呢，涉及到这个 Longchain 的主要的模块啊，这里呢会看到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模块呢，叫做 Longchain Core 啊，这里边呢，比如说像 Random 啊，像 Base Message 啊，都存放在我们这个 Core 当中。大家呢只要用的 API 呢是 Core 里边的，你就非常的踏实，知道呢这里边都是核心的 API 啊。那么以前我们用到的一些 API 呢，就存放到这个 Longchain 叫做 Classic 啊 ，Classic 大家听音乐的话呢，这个叫古典风格是吧？或者我们叫做传统的这样的一些 API。像一些不推荐的啊，包括一些被这个 deprecated 的了啊，这个抛弃的是吧？这样一些代码啊，我们可能就要往这块呢去存放了啊。然后呢，另外呢涉及到这个 Longchain Community 啊，这呢就提到了一些第三方集成的一些API 了，比如说像这个 Longchain OpenAI 啊，Longchain Anthropic 呀，等等的，大家呢都可以呢基于这个第三方呢去做这个集成。然后的话呢，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 Longchain 的底层呢其实是封装了这个 LangGraph。啊，我们在后续的一些学习当中啊，大家也会看到，咱们在调用 API 的时候呢，可能也需要调用到 LangGraph 的一些具体的 API。OK 啊，这个大家稍微关注一下就行了。好，那么具体这块呢，模块里边包含哪些东西呢？大家可以看我这儿提供了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呢，大家打开以后，你看这个位置呢，是不是叫 Longchain Core 啊？打开之后，那我们看到了哦，主要呢就包括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个呢就是它核心的一些 API。然后再往下的话呢，还会涉及到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叫 Classic。比如呢，在这个当中，大家看到有这个叫 chance， 就我们说的这个这个 layer 是吧？我们用这个管道符来表示的，在 1.0 这个之后的版本当中，我们就不太推荐用这种方式了。OK 啊，行，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然后下边呢提到这个 API 相关的文档，大家知道了，我们学习一个新的框架，包括呢我录制这套课程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看到一些书籍呀、视频啊等等啊，都没有特别系统的把这个框架呢讲解的特别的清晰。那这套课程呢，也可能是大家呢，这个第一选择是吧？因为我们讲的会稍微的透彻一些。那么我们可以参照的东西呢，主要就是官方的一些 API 文档了。这儿呢就提到官网啊，首先呢对应的是 Longchain.com 啊，这个网站的话呢也经常去改啊，这个有它的这个 products 啊，我们看到有这个 Longchain 是吧？就可以进来啊。进来以后呢，大家如果学习的话呢，大概率呢要去找这个叫 Docs 它的相关的文档OK。那文档当中啊，咱们这块要学习的是不是这个 Longchain？你看到啊，后边还加了个 Python 啊，因为这个 Longchain 呢，其实除了 Python 这个版本之外呢，还提供了像这个JavaScript 这样的一些版本当然呢，我们首推呢还是 Python 版本的。行，那么进来以后，在这块呢，我们就能看到呢 Longchain 的一些核心的内容了比如说呢，这涉及到核心的组件，像 agents、model、message、tools、短期记忆streaming 流式输出结构化输出等等这些内容在咱们11个章节当中都会讲，而且呢还有下边像这个中间件，咱们还重点讲解，还有呢下边一些高级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像 MCP 人在环这个 RAG 长期记忆这个都讲那么这里边关于这个 multi agent 里边呢，关于这个 skills 咱们也讲。其他的一些内容好多呢是跟这个 LangGraph 呢进行深度耦合了，咱们就放到后续我再给大家去录制的这个 LangGraph 的这个框架当中去讲解所以呢大家也能看到了，咱们讲的内容还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OK， 行，这呢是咱们对应的这个官方的一个文档大家也可以看这里边这个 learn 在这块呢进行一个学习也是 OK 的。那么还提供了相关的这个文档呢，是一个中文版的比如大家呢点这个链接进来你看这个中文版的进行学习也可以。刚才我们不是就提到了这个事儿了吗 ？OK， 没问题。然后呢，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呢，可能要用到一些 API 嘛。那么这个 API 呢，我们进行查询的话呢，你可以看我们这样一个链接。这个呢就进来了。这个链接呢，比如说我们去搜索，像我们后边呢去创建一个模型的话，我们用的 init、chat、model， 这个我们点它。那么点开以后呢，关于它的相关的参数的一个说明，大家在这块呢，你看都能看得到，是吧 ？OK。行，那么后续呢，大家如果要是自己学习的话，或者你遇到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就可以借助咱们这里边提供的几个链接呢来进行学习。